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4缸分油盘，从新北市来的 W124-230C1 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W124 的车子，最终的生产年限是在1995年。它从1992、93、94、95就改成电子喷射。那这部车子，230C1 这部车子是4缸的机械喷射。应该在生产年代应该在1988、1989。那到目前已经有35、6年的使用年限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其实，同年代的奥迪、Volvo、BMW 都几乎都报废了，市面上，道路上已经看不到了。只有那个年代，80、90年代的宾士车，大家都舍不得报废。但是呢，我们开起来就是总觉得不安心啊，动不动就熄火，或者是不敢上高速公路。这个问题呢，就好像说我们都上了水塔，30多年的水塔，如果说这个家里房子又没有人住的时候，那水塔也没有在使用，那造成了里面的污染。脏的东西就沉淀下来，我们的油箱就是个污染源。为什么我们的供油系统，在经过30多年之后呢，几乎都面临，可能需要报废的车子，需要报废的这个问题，就好像奥迪、Volvo、BMW， 其实他们这个年代的车子也没有 turbo。缸体其实都不是问题，但就是开起来不安心所以我们只好把它报废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要面对它。那供油系统如果以机械喷射，就是这颗分油盘。那这颗分油盘的话，因为它被30多年下来的油箱污染，导致说它供油不平均或供油不足。那造成车子不稳定，或者是验车验不过。那今天我们就来做个检测，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到底是堵塞情况是怎么样。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24578。我们来做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的出油量在大哥基点上面应该在170，也就是说，在这条棒子175。我们来看看，它如果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要大概在这个位置。今天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今天我们供油系统堵塞的话，可能碰到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全面供油不足，那就是造成稀薄燃烧，那引擎会产生高温。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每一缸供油量不平均，造成我们怠速就不稳定，那可能验车又验不过，结果呢，这个车子也不敢开。因为它怠速不稳定的时候，会动不动就熄火。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分油盘整修好以后呢，我们也要检查一下它有效。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它4缸出油量都还算蛮平均的。那第1缸、第2缸、第3缸的出油量都在140、135左右那第4缸是在130。跟我们要求的在这一条
棒子是170哦，这个是供维量就少了40%了哈。那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到堵塞，这是比较常见的带有到堵塞。那所以这个现象会造成供油不足，车子没力，那稀薄燃烧又造成产生高温又不好发动就是这个分盘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的结果。这颗从新北市来的 W124-230C1 的4缸分油盘，编号24578，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1分钟在大哥1分钟的全油门在大哥的机台上面是落在大概在140到150之间正确的出油量应该是在170左右我们看到这个棒子是170，那我们来看看整修好之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一样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由于这个分油盘是带有到堵塞所以造成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40到150之间，跟标准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应该在170这个是带有到堵塞这个现象会造成，因为它出油量缺少太多了，所以说会造成启动困难如果说引擎发动如果在使用当中的话，那就会造成稀薄燃烧造成引擎会高温，那马力又不足马力不足的话，我们就必须把油门踩深一点，结果又造成油耗增加。这个是这个分油盘所碰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做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5，第二缸170，第三缸170，第四缸175跟我们在整修之前的出油量那就差别相当大了这个就是我们这颗分油盘所碰到的问题。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4缸分油盘，编号24578的完修后第二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是来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次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测试的结果是越平均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4缸分油盘，编号24578，从新北市来的 W124-230C1 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
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80，第二缸180，第三缸180，第四缸175。这个测试下来的数据非常漂亮，几乎是完美。标准的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那这个分油盘经过整修过之后，我们回装到引擎上面，我们还要检查它的油箱的污染状况，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堵塞，因为油箱是个污染源，我们必须要保护这颗分油盘，使得它避免再遭受2次污染。那理论上，这个分油盘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也就是说，它的使用应该在20年之内，车子应该是身体健康、头好壮壮。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